今天有一个男生过来啊，跟我聊起他最近相亲遇到的一个事儿，真的是挺逗的。前2天呢，他跟一个女孩相亲，他刚把自己的情况跟女生一说啊，这女孩就巴拉巴拉就开始说开了。哎呀，我看你条件是不错的啊，呢就几个要求。结婚的话，我们家要50万彩礼，北京呢3环内200平的房子，不能有贷款的那种，房产证上啊得写上我的名字，40万以上的车。感觉呢这个其实是已经老掉牙的套路了啊，大家也听得挺多的，没啥好奇的，对吧？那男生呢倒也还挺好说话，他说啊这些都没有问题。可是女孩接下来说的话就有点离谱了啊，他说咱们要是结婚了，是不是就是一家人呢？男生说对啊，那咋啦？女孩说那结了婚你不就是我老公吗？我呢还有一个事儿啊，就是我欠了50万外债，那结了婚你得替我还啊。这时候男生心里就开始打鼓了啊，合着你是要找一个给你还债的呀？那债还完了还拿着50万彩礼再跟我离个婚，这里外里的挺合适啊，真能算计。然后男生也就不示弱了啊，他对女孩说这倒没问题，但是我也有个问题要问你啊，那如果我也欠50万外债，你会给我还吗？你都想不到这女生怎么说的啊，她说你欠50万我还能跟你在一块儿吗？你都没有能力养我了，也没有能力保障我的生活质量，那我还跟你在一起干嘛呀？男生说那你们女的不一直都在讲男女平等吗？原来就是个口号啊。提到女性利益的时候就倡导女性优先，谈到责任付出的时候那就是男人的义务。女孩马上就说我这么貌美的女人那有的是大把的人追，哪怕你给我花钱那也是你的骄傲。男生说这骄傲还是算了吧啊，不稀罕，要钱的时候我就是你最好的依靠，没钱的时候我就配不上你的美貌。你还真是一套一套的。女生刚又要开口哈，男生立马就说你闭上你的嘴巴，我看不上你这样的，听懂了吗？就是这么个事儿啊。我就是觉得吧，这男生怼的呀太有水平了，你们说是吗？现在啊结婚率低，其实还有一个很关键的问题，就是现在啊适合结婚的女人呐真的是很少的。你看啊，有一大部分的女人呐成天的做梦想嫁个大老板，找个有钱的人，过上十指不沾阳春水的少奶奶生活。那普普通通的男人怎么会被他们放在眼里呢？他们自己真的赚不了几个钱，但是成天啊事儿特别多啊，心比天还高。最可怕的是那些女人还超级的自信，觉得是男人降低了他们的生活质量。难道你以前是公主还是富豪的女儿啊？我自己也是个女人，我都不会替这样的女人说话。他们自己啊一个月也就挣2-3千，还瞧不上人家一个月挣好几万的人。那么还有一种女人啊，她们呢自己有自己的事业啊，也非常优秀，物质条件也很丰富，她们就希望找一个比自己更强大的男人，觉得才对得起自己的优秀嘛，才对得起多年的奋斗嘛。但是啊他们又多少有点强势，而且年龄还大。优秀的男人只想找青春靓丽，哪里会找这种人老珠黄嘛？而且还有最关键的一点就是，现在的有些女人已经完全丧失了作为一个女人的功能了。她不会做饭，不会做家务，她还不想生孩子养孩子，也不会照顾老人啊，也不会照顾老公。大小姐的脾气还不好，动不动就闹离婚，成天就琢磨一件事儿，老公给我多少零花钱，你给少了就是你没本事，瞧不起你。娶了这样的女人呐，一旦有了孩子，你就会发现你真的是娶回来了一个祖宗啊。有的男人真的是啊生不如死，其实这些女人真的不知道，如果没有了这些男人，她可能连饭都吃不上。那你就说这样的女人现在越来越多，男人找这样的来干啥？难道就是为了娶一个连孩子都不愿意生的女人回来供养着吗？现在的男人啊，不光得会挣钱，你还得会干家务活，你得懂浪漫，会幽默，真的太累了。所以现在的年轻人他就不想轻易结婚了嘛。你们说我说的对吗？你去看一看啊，富人呢基本上不会娶美女的。大家觉得富人身边一定是美女如云啊，这确实没错。但是你仔细去看一看富人的老婆，虽然没有特别丑的，但是基本上啊都是相貌平平，或者呢也就是中上颜值。但是这些女人一定有过人之处的，要么就是年轻的时候陪伴富人一起走过了那些吃苦的那段人生岁月的女人，要么就是家庭背景非常显赫的门当户对的大家闺秀，要么呢就是平民当中样貌气质性格和内在都很出众的女人。
就是这第3种啊，是很多普通女人呐梦想着能通过婚姻改变命运的原因。很多这样的女人起破了头也要来参与竞争。前不久啊，我这里就来了一个女孩，长得是挺漂亮的，一问她的择偶要求，我就觉得她不太可能。她说就想找一个让她直接财富自由的人，否则呀配不上她的颜值。我就问她，那你说的财富自由的标准是什么？年入100万、1000万还是什么样的？她淡定地说啊，年入100万可能连大城市里边中产都达不到吧，至少存款都得过亿才可以。这种人呢，至少都是得开劳斯莱斯别墅1-2千平的那种，年龄多大我倒是不介意的。他看我面有难色啊，就说你这里是不是根本就没有这样的人呢？我说有是有的，但是不知道你符不符合他的标准，要不你等一下，我先跟这个男士沟通一下。于是呢，我就拨通了一位身家过亿的男士的电话，我把这个女孩的基本情况跟这个男士说完了之后啊，男士说美女谁不喜欢啊，但是要娶回家的女人的话，我还是希望她有更多的其他方面的特长。长相这块我反而可以，不需要太漂亮的。我京郊有2000平的别墅，还有4辆200万以上的车，然后我的年收入大概5000多万吧。漂亮的女人我不缺，我并不是说她的颜值不够，而是我没有看到她有别的什么特别的长处，学历也不算高，受教育程度也不够，家庭背景也一般，这些都没什么。但是这样的女人呐，我一抓一大把，有的是啊。再说了，美貌这个东西又能持续几年呢？用几年的美貌想跟我换一辈子的财富，从生意的角度来讲，是不是也太亏了？说实话，我要娶个老婆的话，这种类型的就不用给我介绍了，我还是希望找一个人美心善，受教育程度高一些，有优良的女性传统美德的，对我的家庭和事业都有一定帮助的女人。这个女孩听完啊，说哎，无所谓了，我有的是人追。那我就说啊，姑娘，你的美貌确实能引来很多人追求，这其中也不乏有钱人，但是他们追求你不代表他们会娶你的。这个道理其实非常简单，富人都是很聪明的，他懂得一个女人要是娶错了，稍有不慎，一辈子的江山啊，可能都毁在这个女人手里。他们考虑的可没有你们那么简单，你们觉得呢？如果男生也喝毒鸡汤的话，那会是什么样的呢？男人啊，你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哦，该吃吃该买买啊，想放松啦就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吧，千万不要委屈了自己。钱这种东西啊，就是给女人看看的，不是给她花的。如果一个女人真的喜欢你，她就会努力变得更强大，给你买房，给你买车，给你买游戏装备。给你花钱的女人不一定爱你，但是不给你花钱的女人一定是不爱你的。你不用主动联系女人，如果她想你自然会联系你，如果她不想联系你，那你联系她干什么？男人找女朋友一定要找一个像母亲一样爱你，把你宠成小王子的女朋友，怎么样？听着是不是特别的别扭？但是又有几个男人真的会去这么想呢？而很多的女人却会真的成为毒鸡汤的牺牲品。想想现在多少毒鸡汤祸害的年轻人，特别是一些好端端的家庭被拆散了，毒鸡汤的功劳真是堪称第一。特别是女人被毒害的最深的那几句啊，第一句就是家是讲爱的地方，不是讲理的地方，你给我讲理，那你就是不爱我。我真的想笑死。男人不跟你讲理，那他跟你讲什么呀？就哄哄你，能解决问题吗？第二句，真正爱你的男人是把你当女儿一样来宠爱的。说这句话的人，我就想问问，你有没有把人家当爹一样去孝顺呢？男女之间是一种价值交换的关系，你啥都不想付出，又想别人把你当女儿宠，凭啥吗？人家又不缺个祖宗。第三句，我在自己的家从来不做家务，凭啥嫁到你家我又得洗衣服又得做饭还要带孩子？我想说啊，你既然结婚了，你必须得分个你家我家吗？再说了，你做的饭就是给男人吃吗？你自己不也得吃吗？这个家你不用住的吗？你不也得住吗？这孩子是给男人生的，不是给你自己生的吗？第四句，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是爱你的，但是不给你花钱的男人一定是不爱你的。什么玩意儿啊？如果这个男人只要是给你花钱了就代表爱你，那我请问你是个什么东西呢？是个被交易的商品吗？最后一句话，只要女人还能生孩子，就没有真正的男女平等。如果想平等，就让男人也生孩子。我就想问问你，如果男人还能生孩子，那要你干什么呢？
千万不要小看这些女权主义的毒鸡汤，一个人长期被这种思想灌输啊，他的价值观就会扭曲的，最后自己都不知道自己因为什么就离婚了。你们说对不对啊？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现象啊？现在的男人呐，突然就醒悟了，直接躺平了，爱咋地咋地。资本呢，确实薅不动他们的羊毛了。曾经我们看到过很多这样的广告啊，爱他就带他去吃法餐，在烛光下点燃你们的爱情，爱他就送他最好的，男朋友不买礼物就是不爱，没有转账没有红包那更是不爱了啊！他们呢还创造出了很多名目来搜刮年轻人的口袋。卖包的说包是女人的第二张脸，卖化妆品的说没有丑女人只有男女人，卖房子的说结婚怎么能没有房子呢？没有房那女人得多没有安全感呀！就连卖奶茶的都出来创造了一句经典，秋天的第一杯奶茶啊，来营造这种营销的气氛。你再看看那些为了营销无端创造出来的所谓的节日，什么618了、双11了、双12了等等，这些都是为了让你消费的。回过头，他们在用各种毒鸡汤去给女生洗脑。给你花钱的男人不一定是爱你的，但是不给你花钱的男人那一定是不爱你的。在各种营销的强烈施压下，恋爱的成本变得越来越高了。有很多普通工薪阶层的男生，他根本就谈不起恋爱。许多男生干脆躺平了，老子不追不娶不结婚，爱咋地咋地。女孩子们也被骂得很惨，说他们太物质太现实。看一看现状啊，大龄单身队伍之庞大呀！据说全国现在有1亿多单身女性，她们都是真的不想结婚吗？不是，她们不过是想找一个条件好的人结婚。她们宁愿高质量的单身，也不想要低质量的婚姻。特别是35岁以上的大龄剩女们，如果她们仍然抱着这样的期望和诉求的话，再加上现在的男性已经醒悟了，躺平了，人家不追了，不娶了。那些大龄剩女们就更加的难结婚了，但是资本也真的是薅不动了。这个说明了什么呀？说明我们的社会是越来越理性了，越来越进步了，已经回归到了理性和感性的平衡线上。这是不是一种认知思想的进步呢？最近一个42岁的未婚男人，他的一番话真的给我震惊到了。我们在闲聊的时候呢，聊到了婚姻这个问题，我就很好奇，我就问他，我说你都这个岁数了，怎么还不抓紧找一个赶紧结婚呢？你不着急吗？父母肯定也得老催你了是吧？结果你们知道他怎么跟我说的吗？他说我都已经这个年龄了，该经历的我都经历过了，现在越大我越不想结婚，一个人生活都习惯了。说实话，生活中除了生孩子这件事情，我真的什么都会，洗衣服、做饭、收拾屋子，出去挣钱。缺女人也不是找不到，不一定非得结婚啊，找个合适的呢太难了，索性我就放下了，随缘吧。他说其实我也是不想背负压得人喘不过气来的车贷和房贷，懒得在每一个节假日想着办法去给对方制造惊喜浪漫。说实话，现在的女人太难伺候了，我也不缺个祖宗啊。我不想一边辛辛苦苦的上班，我还要担心自己要是不够努力的话，老婆会不会嫌弃我跟我离婚啊？我也不想夹在我老婆和我老妈之间受气，更不想一边孝顺父母，一边还得考虑传宗接代。而且呢，有了孩子之后，还得拼了老命给孩子买房买车。等孩子长大了，我也老了，接着我还得操心孩子的婚事，我还得帮忙给他带孙子。重复着老一辈的生活方式，我自己能享受几天美好生活呢？自己一个人生活多自在啊，饿了就吃，困了就睡，想打游戏我就随时打，没有老婆管着，也没有孩子缠着我，钱多我就多花点，没有钱我就少花点，一个人吃饱了全家都不饿。那我就问他，我说那你想过你老了以后怎么办呢？你一个人，别人都在享受天伦之乐，你呢却是孤孤单单的一个人，回到家连个说话的人都没有，万一你生个病，谁又来照顾你啊？你知道他怎么说的吗？他说等我老了，那都是几十年以后的事情了，社会养老服务啊会更完善的，那个时候我可以选择居家养老、抱团养老，或者呢我就去养老院，都能解决问题。现在这个社会啊，你不能去指望儿女能给自己养老，还得靠自己，
婚姻的意义真的不大了。那我听完他说的这一番话，倒吸了一口凉气啊！要是大家都这么想的话，那我不得失业了吗？那对于他的这一番观点，你赞成吗？最近有一个女粉丝给我留言啊，她说：欣姐，我感觉看你的视频怎么都在说女生的问题啊，男生就没有问题了吗？你说话真的特别有意思，你为什么就知道劝女生去降低要求，不去劝劝男生呢？难道女生就活该要将就吗？还有啊，女生跟男生出来相亲吃饭，本来就应该男生来买单啊，要不怎么给我们留下美好的第一印象呢？要是连一顿饭钱都舍不得花，还出来相亲干什么呀？他就活该单着。我觉得他提的这2个问题啊，很好，非常具有代表性啊，代表了大部分剩女的心声。其实你们也都应该发现了，不只是我，几乎全网所有的红娘都在说女生找对象的时候呀，要清醒一点，去正视自己的条件，再选择你的要求。为什么我们不劝男生啊？因为人家男生的要求已经够低了。就拿我们北京本地的男人来说，人家有房有车有户口，人家的要求啊，可能就是说这个女生呢有一个稳定的工作就行，然后呢长得漂亮点，其他都不做要求了。那我请问人家还要怎么低呀？对吧？另外呢，很多的女生啊结不了婚，还不是因为你们对男生的经济条件、外貌要求都高出了边界吗？还说呢，相亲的时候就一定得男人来买单。我请问是谁规定的这一条呢？人家买单，那是人家做人的风度，人家不买单，那也没什么毛病。你跟人家还八竿子打不着任何的关系呢，就2人坐那儿认识了一下，就一定得男生来付出吗？你们不是一直都在喊着男女平等吗？这时候就不用平等了是吗？还有个女生在评论区里头问我说，一顿饭钱都那么算计的男人，你为什么不去劝劝他多赚点钱呢？我真的是笑了啊！我们确实可以劝他们多赚点钱，但是人家男生如果真的赚到很多钱了，还会看得上你吗？北京的剩女数量已经居全国之首，就是因为这些大龄剩女在现实当中，她把男生的顶配条件当成了最低的标准。你就看看我这儿来的相亲的女孩，这么多女生啊，她们的要求随便你看一眼，上边都写着，我要求男生有金房有金户，身高最好1.75米以上。你一问啊，人家就说这个应该已经是最低的要求了吧，在北京没有房子不稳定，没有户口，将来孩子上学怎么办啊？但是他就没有想过，人家有这些东西的人就没有一点要求吗？人家凭什么看上你啊？再说了，你就不能自己买房自己争取金户吗？那你说你自己什么都可以没有，那凭什么要求对方就得什么都有呢？你劝他降低一点条件吧，他马上就给你掰扯啊！又是那句话，我们女的不得给男生生孩子吗？妈呀，你听一听，好像这孩子都是给男人生的，跟自己没有关系似的。我真的很佩服这些大龄女人，脑回路都长得不太正常。就是因为他们有这样的思想啊，才有这么多的剩女在北京。我跟你说啊，人家有房有户口的男生还真不缺，愿意给他们生孩子。北京落户有多难，你知道的吧？如果一个男生综合还不错，光有一个北京户口，就有多少女生来抢这个男生了？现实就是那种有金房有金户还有金牌的，那已经是属于北京市场的顶配了。说实话啊，那只有他挑别人的份儿，人家有金房有金户的女生也愿意找这样的男生。没有金房没有金户的，但是年轻漂亮的女孩也愿意给这样的男生生孩子呀。你说说，你自己没金户没有金房，年龄还大，长得也一般般的，你有啥优势啊？人凭啥找你呢？你现在明白了吗？你说这又要求金房又要求金户，还要求年薪多少多少啊？什么未婚啊，学历要好了，家境背景还得过得去了，身高得1.75米以上了，你就这么找？你们找着才怪了。我就在这儿问问这些有金房有金户身高达标的男人，你们愿意找一个30多岁的，还是愿意找一个年轻漂亮的呀？你说这个事儿啊，让不让人生气吧？就前段时间呢，我安排了2个人见面，这男的呢35岁，北京人，
私企的高管，有房有车，条件还不错年收入大概在50万左右。这女的呢也是北京妞在体制内工作工作比较稳定，北京家庭她也不缺啥这个呢女孩33岁了今年。俩人第一次见面的时候相互感觉还不错条件也相当，年龄呢也比较合适相互呢就觉得可以接触看看。这不春节放假了吗？他俩就约着见了第2次面。刚刚见完面没有多久，他俩就先后给我打电话了。先是这个女的打电话过来的，气势汹汹的，说对方不真诚，态度不好一问她具体什么情况这姑娘就罗列出了4条罪状。第1条就是说，男方在知道今天见面的前提下，都没有问她怎么过来，简单点说就是没有开车去接她，导致她呢在寒冬腊月天打车出来见的面，她觉得很委屈。其次男的没有诚意，情商有问题。他说按道理讲，大家都觉得合适才会出来见第2次面的。这一见面呢，也没什么惊喜，也没什么浪漫连个礼物都没有带。他觉得这个男人并不是真心想跟他在一起的。第3个就是点菜了。男方直接忽略他的喜好，就点自己想吃的菜。他不爱吃的全都给点上了。说到这第4条这姑娘嗓门都提高了8度。他既然让我给他饭钱，你给我评评理这顿饭先不说都不是我的口味，我都没有吃几口好吗？一个大男人你怎么好意思跟我要钱呀？接着男方来电话了开始辩解这件事儿。他说先说接送的问题，这男士说自己一开始不知道女方希望他去接他，以为呢2个人约好了地方就直接过去。关于制造浪漫和小惊喜，男生觉得这才第2次见面嘛，并不是很了解对方，所以呢还没有必要到要追求送礼物那一步这第3呢就是关于吃饭了。男方说自己当时问过女生想吃什么，但是女方的态度很冷淡，也不怎么搭理自己一直就在玩手机，也不抬头看他一眼，就直接说了一句随便。他就以为真的可以随便点了。关于最后一个要女方付钱这个事儿，男士说确实提出来了，但这并不是他的本意。因为女方在吃饭的过程当中全程对他都很冷淡，男士和他说话呢他爱答不理的给他夹菜呢他直接就给扔回去了说不需要。最后这个男士呢也生气了，直接就怼这个女的，说你既然来相亲了，那你就别端着，也没有人欠你什么，你拉着个脸给谁看呀？这姑娘听完了就直接跟这个男方杠起来了。最后2个人都吃不下去了，男方就提出让女方来承担1半的饭钱。女方听完之后拎着包就走了。其实事儿呢就是这么个事儿那我作为中间人吧说几句公道话。男的就错了第1步他就是没去接女生，所以女生一开始其实就已经有情绪了。但是我要说说这个女生33岁了，这个年龄段谁一天到晚没事研究怎么给你制造惊喜和浪漫呢？没有感觉到真诚。什么是真诚呢？车接车送，每天嘘寒问暖，各种浪漫惊喜你真的是电视剧看多了吧？天天幻想着一个长得又帅又有钱的男人像盖世英雄一样出现在你面前，然后承担着你所有的经济开支，并且还对你随叫随到，像祖宗一样宠着你对你唯命是从。你还想着对方能热烈的追求你真的是大白天做梦单身女人你只要上了30岁就别太拿自己当回事儿了。你想要结婚，遇到比你条件好的，你就要学会提供情绪价值，找到条件差不多的呢，就要相互理解，相互迁就。你又不是公主，端着个公主的臭架子，哪个男人会娶你